们就把时间交给林老师。好，谢谢戴老师。好，大家好，我是谢谢会回应我。OK，其实为什么我会来教这一门课，其实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当然我热衷教学；第二个，我也是苗栗人。OK， 那一边那一位呢，就是我的高中同学。你现在就知道我被谁凹来教这一门课了。好，对。然后，这边有没有苗栗市的？苗栗市的你们在苗栗市喜欢吃什么东西？这么难想吗？我每一次回去一定要报道，就是去吃江记的霸王，有吗？有。江记霸王，然后其实它旁边的水上人家也不错。我现在最近喜欢吃那一家臭豆腐，我觉得超好吃。对。我再 share 那一个 link 给你们。对，但那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OK，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主题，我们叫这个改写生命的科学魔法。然后听起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对不对？然后你们可能对生命科学或是对生物的理解比较像还是动物或是植物这些事情上面，但是我们今天要跟你讲更核心，就是这些生物究竟怎么运作的。OK， 那其实我们会讲到有几个可能的主题，我不确定今天有没有时间去讲完所有的主题，但是我们能讲多少就讲多少。OK， 一个是我们可能现在开始这些技术已经非常非常进步，我们可能有机会在几年内可以治愈所有的疾病。OK， 然后我们甚至现在已经是可以复制生命，然后现在还有很多生物的超能力都被我们偷过来，那甚至还会有以前那个徐福，知道徐福是谁吗？知道吗？我今天会有奖征答如果那个我问的，然后他抢答的，会得到一个礼物，就是这个。OK， 这个是一个 DNA 的模型，我们今天会讲很多。然后呢，我们等一下还会分组，等一下会再进行分组。OK， 那我们再讲游戏规则是怎么样，好吗 ？OK， 徐福知道谁？举手。谁？徐福谁？举手，然后回答。刚才知不知道徐福是谁？不知道。你们没有听过徐福？好，就是以前那秦始皇有没有听过？有，秦始皇听过吧？那秦始皇呢？他得到权力以后，他是不是就很想要长生不老？他很怕自己死掉，这些权力就没有，所以他就叫了他一个底下的大臣叫徐福，赶快去给我找长生不老药。就后来徐福就没回来了，因为他找不到，他怕回来被砍头。OK。但是过了2000年呢，现在我们可能慢慢开始有找到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药物。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会跟大家分享，好吗？我不会讲得太困难，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举手发问，然后我可以试着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呢来让你们听得懂。那我们今天有1、2、3、4、5桌的学生，我们会虽然我们要讲很高科技的东西，但是我们用很低科技的方式呢，然后来跟大家互动。那这个东西就是每一组会有拿到一个这样子 L 夹，跟这个可以传到后面吗？再请给他们那个签字笔。然后到时候呢，我会问一些问题，那你们要以小组为讨论，就那同一桌的人，然后讨论，然后再把答案写在上面，好吗？那表现最好的那一组呢，我们会有表现最好的那一组呢，就会得到这个 ，OK。然后也有个人的，如果你今天发问或是回答或是 whatever， 你很踊跃的话，我们也会找几个名额，也会送给他，好吗？我今天就是要把这一箱送掉，送不掉那就留给在下一次上课的小朋友 ，OK。好，那我们很快的回来看这个主题。我们其实人是想要进步的，对不对？那我们做科学也是希望会进步。那我们进步，我们要怎么进步？我们总是要有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跟比我们厉害的人学。OK， 那在生物这边我们会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是要跟比我们厉害的生物去学。OK， 那很多时候呢 ，OK， 我超爱看漫画，超爱看卡通这些事情。什么 ？OK， 其实他们会给我们很多做什么科学的灵感。有没有看过《怪兽8号》？有。OK。他就是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日本是一个整天被怪兽一直侵蚀
侵入的国家，我不知道为什么。OK， 对，但是呢，他们如果打败那个怪兽以后，他可以取他身上的一些元件过来，哇，他盔甲开始有那个怪兽的功能。OK， 那蜘蛛人是比较老派一点，但是你们应该也听过，他就是被蜘蛛咬了以后，他就得到很多蜘蛛的这些很厉害的能力，对不对？其实呢，我们在做生命科学的时候，也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我们希望看到，这个生物为什么可以做这些事情？我做不到，我就要去看它身上究竟有什么样的秘密，要把它偷过来。很多时候，我们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更厉害，我们甚至可以治疗很多的疾病。OK，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开始，那这地球上面就有很多不同的生物，它可以飞得很高，可以游得很深 ，OK， 它可以跑得很快，然后可以很多时候还可以听到我们听不到的声音，比如说超音波等等 ，OK。所以我们现在要先练习第一次的小组活动。你在自然界里面，你们知不知道有什么样你觉得很厉害的？直接在小组里面讨论，写作业、写答案在那上面，好吗？你们那为什么 ？OK， 那计时3分钟，开始。赶快讨论，赶快讨论。对。字丑没关系，我看得懂就好，写注音也可以。湿纸巾或是卫生纸都可以，卫生纸应该就擦得掉。不要写在那底下的纸哦，你要写在那个 L 夹上面，塑胶片上面好吗？字写大一点，因为等一下会再擦掉。我们会发给你另外一个高科技的擦拭的东西，就是卫生纸。还有2分钟。哦，你们快要把我等一下要讲的东西都讲掉了。要写很多吗？不用，写一个你觉得最厉害的就好。你可以用讲的，我到时候会请你们分享。30秒。好，10、9、8、7、6、5、4、3、2、1。好，我们今天从这一组先开始，很快的讲。你们今天分享，你可以拿起来吗？谁要负责讲？好，给大家看。来。水熊虫。好，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在所有的水域，不管多高温多低温，它也可以在太空里面存活。它是熊吗？它是一种虫。它是一种虫。它是一个多细胞的生物。你们这都背起来标准答案。它不是像那种 DNA 和 RNA 那种单链，它是真的一种生物，而且它作为生物，它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它长生不老，而且它可以在多种环境下。来，你赶快来当我的助教，上来一起讲。好，很棒。好，那接下来来换你们这一组。来，好，谁要讲？然后你拿就你讲吧，哈，以后大家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觉得厉害的生物是什么？我们觉得厉害的生物是猎豹和蝙蝠。好，选一个。那就蝙蝠。蝙蝠好，为什么它厉害？因为它可以用超音波来找食物。超音波来找食物 ，OK， 所以人类听不到超音。你知道蝙蝠有谢谢你的分享，掌声鼓励。顺便提一下，你们知不知道蝙蝠啊，有些是可以听得到超音波，有些听不到超音波的。你知不知道怎么分别？耳朵很大嘴跟耳朵很小。对，但是也不见得完全是这样子。只要其实听得到超音波跟听不到超音波呢，你看他脸就知道。听得到超音波的，听不到超音波的，它长得还比较好看一点，因为人家也看得到它，就长得比较像一个会飞的小老鼠的头。听不到超音波，那个脸就像被卡车撞到一样，你看到那个很丑，你不知道他脸什么五官在哪里，就是听不到超音波的，因为他也不需要人家看得到他。OK， 好，再下一组。你们这到底在害羞什么？不要这么害羞，来，好，就你了，就你了，你们答案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灯塔水母哈，为什么？因为它只要它快死掉，它就会再重新分解成它那个叫什么水螅。对，水螅，再重生一次，再长大，就这样一直循环，永远不会死。那它被吃到会不会死掉？它会治愈，它还会治愈。哦，超强！现在在比谁的比较强，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超音波有点输掉，对啊，哈，但是也蛮好的。好，来再来。蚂蚁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举起比自己重很多倍的东西。哦，因为蚂蚁它可以举起来比自己身体重很多的这个东西嘛，对不对？非常非常厉害。好，来。变色龙，变色龙为什么？就是它可以变换很多颜色，然后遇到天敌的时候，像是如果在叶子上的话，它就可以变换绿色。对，那这一组讲的是变色龙，它可以变。我们现在人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对不对？啊，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战机，然后它可以飞到哪里，然后就变成那个颜色，那对啊，它就是那叫做光学迷彩。OK， 老师也很喜欢玩那个枪战，有没有？如果我今天有光学迷彩，就是一个透明人那边走来走去，那一定就别人看不到他，我就可以从后面这样很近距离的狙击，很爽。OK， 所以其实生物可以做到很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其实我要举几个例子。其实刚才很多人提到不死生物就是灯塔水母，这一组讲到了。OK， 它如果真的被人家吃掉，还是会死掉。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它有足够的营养，它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还在一个回春变成水螅，它就这辈子就不会死。你测不到它的寿命是多少，它就有一个能力可以回春。OK， 那还有超强水熊虫长这样，它不像熊，它就是我也不知道它名字怎么来，它就叫水熊。那它的确就是很高温，150几度，或是很低温270几，零下270几度都不会死。哦，270，我学到是273啊，没有都可以啊。绝对零度对啊，对 ，OK。理论上，但是它在绝对零度还是可以活，你把它丢到太空也可以活。OK， 然后它比人类抗辐射的能力还高100倍。OK， 那这些都被你们讲掉了。那我再讲另外一个最坚硬的生物的材质是这个帽贝，一个贝类，它底下呢有一个这个牙齿。这牙齿呢超级硬，比我们人类去建造房子的这个钢筋水泥还要再硬13倍，非常非常硬，你很难想象这是生物所做出来的这些材质。OK，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类还做不到的事情。你把我们丢到太空，我们照个太阳这一些辐射，为什么我们就死掉啊？可是他们却可以活下来啊？为什么他们可以有这些特异功能或超能力？我会。到时候你们先听懂，你们要做笔记也都可以。但是最后呢，我会发给大家一个 QR code， 如果你用你爸爸妈妈的手机去扫一下，就可以下载我的今天的投影片，好吗 ？OK， 好。如果中间有什么问题，就直接发。到现在还听不听得懂？听得懂的话，接下来要讲很难的。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他们的秘密，我们要怎么样去解读 ？OK， 所以呢，我可以跟各位讲。生命运作，他们的超能力，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秘密，都藏在他们的 DNA 里面。OK，DNA 是一个你们现在到国中可能都还不是学非常多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是资优生，所谓的资优学习就是什么？超前学习。我今天就要教会你们 DNA 是一个什么东西，好吗 ？OK， 那等一下呢，接下来你们要去合作做一个小组的笔记，接下来就考试哦。OK。我会讲接下来 DNA 相关的特征，跟它的一些相关的比较细节一点的东西。然后呢，我自己用手画了很多跟 DNA 有关的这一些特征，现在做的非常模糊。然后你们听完我刚才介绍的，等一下介绍 DNA 的这些事情以后，我会再把这些弄出来。然后你们要选哪一些是你刚才听到符合 DNA 特征的那一个方格，上面有数字你就写下来。OK， 这样可以吗？好，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吗？听得懂游戏规则吗 ？OK， 好，那开始哦。第一个 ，DNA 在哪里？细胞啊，细胞在哪里？细胞核里的染色体的 DNA。哇，赶快来当我助教来。OK， 我们来照顾一下其他学生。有些人已经先学到这些 DNA 是在哪里这个是我本人啊。希望不要这几年前拍，希望不要差太多。我们把这个本人呢放很大很大，超级大 ，OK。
然后呢，你就开始看得到细胞。然后你可以看一看你自己的手，你手上是不是有很多纹路？然后有没有看到一格一格的？啊，那个不是细胞，啊，那个可能是毛孔，可能是你的角质。你把那一格一格的事情呢，再放大个100倍，你才可以开始看得到细胞。所以你在放大到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细胞。OK， 然后这样一大块呢，就是你在手上看到那一个角质。那这个细胞有多小？我再给大家另外一个概念。如果你今天看一下你的头发，放在这上面，你的头发有这么大一根。所以细胞比你的头发一根头发呢，还要再小5倍左右。所以基本上你肉眼是看不到的，好吗 ？OK， 所以细胞很小，我们都要用显微镜才可以看得到。那你有没有看到，这样是一颗细胞，这样是另外一颗细胞，它就是很紧密的连在一起。中间这有一颗球，每一个都有一颗球，那就是细胞核。OK， 我们把这个，我们先抓一颗细胞，然后把它再放大，中间这一颗就是那颗球，就是细胞。身体里面大部分的细胞都有细胞核。OK， 那我们再把细胞核再放大，你就看到里面这一丝一丝的东西，在这一颗球里面，那个就是 DNA。OK，DNA 是一个线性的麻花卷。这个麻花卷呢，平常就塞在你那个小小的细胞核。如果你今天把它摊开来变成一条线的话，它拉起来会有2公尺这么高，全部塞在比你的头发还细10倍的一个小小的球里面。OK， 好，那跟这个绳子，你们都知道这个是 DNA 对不对？跟这有啥关系？我们要再把它更放大来看 ，OK？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些一丝一丝的再放大来看，它就开始看到是这样子一个结构。它是一个麻花卷起来这样的结构，然后呢，它像是有两条绳子这样子互相缠绕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来用这一个。那这个绳子不可能悬空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所以它中间是有柱子连在一起的。它是有4个结构，用什么？有机物。我们可能这个太笼统了一点，对，它有它的名字，但是我们不会讲太多这方面的碳，它里面也有碳，对，但是它碳基物吗？那是什么东西？对，它叫去氧核糖核酸，但是我会落掉很多的细节。我们先回来看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双股，对不对？麻花卷，它中间连在一起的时候是有4个东西连在一起的，4个物质连在一起的。那我们用英文字母，然后来代替，来说明它就是 A、T、C、G， 就这个4个英文字母。那你们看到它，然后这边有看到蓝色的是 A， 对不对？红色的是 T， 绿色的是 G， 然后橘色的是 C。然后呢，它们彼此要跟谁结合在一起是有规则的哦。它们 A 会配 T，C 会配 G。OK， 那它们的这些组合是 A、T、C、G， 不是 A、B、C、D 哦，好吗？对，我已经在泄题了。然后组合是什么 ？A 配 T，C 配 G， 然后这样子两组合，它最后就变成是一个这样子螺旋的结构。那你远远的看就是一个麻花卷在那个地方。OK， 好，那人体里面我刚才讲了有2公尺，如果把这个拉成一个细线是2公尺嘛，对不对？这样子一个呢，在人体里面有30亿个，每个人有30亿个这样子的配对。OK， 所以这样塞起来就是2公尺这么长的一个。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因为它是配对，对不对？所以如果知道其中一个字母的排列，我是不是就可以推导到另外一个字母排列？如果这边是 A， 另外一边就是 T 啊。所以我们通常在写这些排列的时候，我们只会写其中一边的这些排列。那我们把它写下来什么？就这些东西，就是里面有哪一些组合 ，A、T、C、G 组合。然后每个生物它的基因它的这一个组合都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遗传密码。OK， 就是 A、T 就全部都是 A、T、C、G 组合，然后它的组合是不一样的。那什么？每一根都有这样那么长？每一根有更长，我今天只有写这样一段。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些字母，把它写满一个 A4 纸，那都要变成一个正方形。
都要变成一个正方形。为什么变成一个正方形？你要把那个字母缩到非常非常小。哦，不用。对，我们不用，我们就是用正常大小印在一张 A4 纸上面，然后去把它全部印出来。我们叠起来的 A4 纸会20层楼高。所以你们遗传密码全部塞在那一颗球里面，这些组合，这些就是密码，就会造就为什么你今天长这个样子，为什么你今天这么聪明，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对，这是一个大致上的概念，好吗？好，可是呢，我看过去，我跟你讲它是密码，对不对？我看过去跟你们看过去概念不一样，我知道怎么样解码啊，你们不知道。那我今天不是只有教你们这些东西，我还教你怎么解码。那你要今天要解码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那一个电影？如果今天是一个密码的时候，你看不懂，对不对？我们需要一个什么解码的一个密码本，告诉我们怎么解码，什么东西代表什么意思。最后呢，还有解密的规则，你才会把它变成是一个重要的讯息，我们才会开始看得懂它，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这些遗传密码最后会变成你。OK， 好，那我接下来这个解密的过程呢？我接下来跟大家讲，密码本里面，我们中间科学家就已经发现它解密的规则说非常简单，不要觉得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好吗？好，第一件事情，解密规则一，从 ATG 开始，你去找到里面的 ATG， 从它开始是从第一个开始读，然后呢，三个一组，把它框起来，三个一组，3个是一个密码，3个是一个密码，从 ATG 开始。OK， 好，这边听得懂哈？所以你看到我这中间就有间隔，就这样慢慢排下去。哦，它慢慢就这样整理出来了。接下来第二个规则，从 ATG 开始，对不对？然后三个一组。然后呢，他们会这个密码代表什么意思？我先介绍另外一个东西，叫氨基酸。人体里面有20种不一样的氨基酸，我可以跟各位讲。真正在我们人体里面，大部分做事情的，真的会让它有功能的是蛋白质。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就未来这些氨基酸就会组成真的有功能的那一些氨基酸。人类里面有20种氨基酸 ，OK？ 然后这些氨基酸，我这边只有画几种，用卡通图来代替。这些氨基酸呢，20种，每个长得不一样，然后每一个特性也不一样。有些人会跟别人另外一种氨基酸粘在一起，有些人不喜欢另外一种氨基酸，就会排斥在一起。有些人会带正电，有些人带负电，有些人形状不一样，有些人比较大一点，有些人比较小一点，好吗？那这些刚才提到 ATG 开始念三个组合呢，每一个字母的排列组合都会对应特定的氨基酸，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就有一套系统会去读这个东西，它就三个一组，然后一直慢慢的接上去它相对应的氨基酸。比如说 ATG 就是这个蓝色球球 ，CGC 就是这个柱子。你看到，如果它读到别的 CGC， 它也会是这个柱子，它就塞这个氨基酸。啊，如果是这个紫色的方格呢，就是 AAA。如果到别的 AA， 它也是塞这个。慢慢的，它就把这些所有东西串起来。啊，串到什么地方停止呢？它会串到 TAG 的时候会停止。原因是什么？因为 TAG 这个密码没有对应任何的氨基酸，所以它没得对。所以它的氨基酸一直接上去，这20种不一样的氨基酸一直接到那边，它就停了。到这边听得懂吗？可以哈。然后这一些氨基酸呢，接起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颗一颗的珍珠项链，每一个珍珠上面它串在一起啊，每一个珍珠项链上面的结构，这些氨基酸都长得不一样，然后它们互相吸引或者互相排斥，然后最后它可以做什么？我们如果今天把它画成这样，它就是一个珍珠项链。然后这些珍珠项链呢，因为它们互相排斥或互相吸引，或是长得形状不一样，或者它们的角度不一样，最后它们会折来折去，折纸一样折起来。有些会折成这样子的旋转的一个结构，有些会折成像折纸的结构，最后它变成一个立体的结构。当它变成立体的结构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它是蛋白质。蛋白质才是真正有功能的那一个物质。DNA 没有功能。我现在只教大家大致上 ，DNA 不是主要功能，不是主要会产生功能的，是因为它产生了氨基酸，再变成蛋白质，你才开始有功能。OK， 那因为这个组合呢，排列组合可以非常非常不一样，它有什么东西去控制它的排列组合？氨基酸的谁排成这样子，然后串在一起，它是受什么东西控制的 ？DNA 的
DNA， 你是有哪一些 DNA， 对不对？所以你的基因密码就会决定你会产生出什么样的蛋白质。然后最后呢，是因为互相的，你可以想象嘛，如果你们今天你们班上有20个人，然后呢，全部人抓着用一条绳子串在一起啊，你们有一些小朋友比较喜欢，有你们的好朋友，你们就会靠过去，对不对？啊，有些人那种我实在很讨厌看到他的讨厌，就会离他远一点。啊，有些人会比较高，有些比较胖，有些比较瘦，所以你们最后摆在那个广场上面，就会变成一坨特别的一个组合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啊，那个呢就是这样蛋白质折叠，而且这些东西很神奇，你一定要折叠成正确的样子，你才有功能。我们身体里面呢有各式各样结构的形状的蛋白质，有这个筒子的蛋白质，它里面就是刚才珍珠项链串起来的一个筒子，所以呢，它可以让很多的东西可以穿过我们的细胞，然后跑到我们身体里面，它叫通道蛋白质。还有什么运输蛋白质？它今天有长2颗球，那个是它们的脚，它真的会在细胞里面一直跑来跑去，然后去运送东西，它就拖着一个球，然后真的在跑来跑去，一直往前后这样跑送东西。还有这个，它可以形成一个柱子，它可以当成是我们细胞里面的一个梁柱，也是可以让这个东西呢在上面跑来跑去，它也可以当成是一个轨道，因为它们有不一样的形状，它就会有不一样的功能。OK， 所以呢，我们人体里面有数十万种不一样的蛋白质，它们会去执行不一样的功能，最后综合起来就决定你今天是黑头发，还是你的视力好不好，你今天有什么样的功能，你今天为什么可以做这些事情 ？OK， 好，到这边听得懂吗？可以哈。所以呢，我再带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是我们大学生才看得懂的一张图，你们现在小5、小6的已经开始慢慢要看得懂了。在这个是一个细胞，剖开来，这细胞核里面有什么？有这些麻花卷的 DNA， 对不对？它每个人的这个组合 ATCG 组合不一样，解密的规则是什么 ？ATG 先开始，3个一组，对不对 ？OK， 3个一组呢，然后这中间有一些细节我跳过。他们这细胞里面有一群会3个读的，然后它就会慢慢的把一颗一颗的氨基酸接上去，变成是一个珍珠项链。氨基酸它彼此的吸引或是排斥或是形状不一样，最后它就折叠成一个有立体形状的有功能的蛋白质。那不一样的蛋白质可以执行不同功能，所以它最后就会导致你是有一个生物的特征跟功能，好吗？那为什么那些水熊虫、灯塔水母还有什么帽贝？他们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因为他们体内有跟我们不一样的 DNA 组合，然后它可以产生不一样的蛋白质，所以它就有我们没有的超能力。如果被我找到它的那一个关键的蛋白质，我就可以找到它关键的 DNA， 我拿过来用就可以变成把它的超能力偷过来。所以这是实际上可以运行的事情，这个是我接下来就会做的。OK， 好，那我们现在呢，这些遗传密码怎么样？我们把它打开来看，我们刚才是不是提到 ATCG？ 你把它这个旋转的，把它压扁变平的时候，它们其实那个柱子的化学结构长这个样子，但是你不用去记这个，基本上它就是 A 配 T，C 配 G。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用 ATCG， 你只要找到不是 ATCG， 它就是外星人，就是外星生物，好吗？对，那个不是今天课程的范畴，但是如果你有兴趣聊，我也可以跟你聊。如果找到，赶快抓来我实验室，我对那很感兴趣哈，有没有？好，所以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 ATCG。你今天看到蚂蚁、水熊虫、蝙蝠，你们刚才是讲灯塔水母，全部都是用 ATCG。然后呢，这些生物的它身体里面的人类有30亿个，对不对？它的这排列组合，那些生物每个人长度不一样，有些人是2万个，有些人是好几亿个，而我们人类是30亿个，他们的所有的定序都已经可以非常快，一天人类30亿个一天就可以定序完，我马上就可以，我拿到你的细胞，我一天就可以知道你身体里面所有的基因排序是什么。OK， 没有很贵啦，几万块就可以搞定，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所有生物的这些 DNA 是什么。好，准备咯，我们要到这边有没有问题？那准备小组们要开始考试咯。好，
可以擦掉哈，你们用卫生纸就可以擦掉。好，请选择根据我刚才讲的，把正确的 DNA 相关特征的那一个东西呢，它上面有数字，对不对？把它写下来。这个是我平常在上课的时候做的笔记，就是这么样的简单。1分钟。哎，我不知道有几个答案，我看我们可以来对。有好几个答案，嘿。如果你今天选到那个答案，你讲得出来，我觉得你凹得过去，我也算你对，好吗？30秒。等一下换另外这边开始讲哦，哈。10、9、8、7、6。我已经忘记我当时写什么了。你只要可以讲出来对，我就算你对，好吗？好，开始，来这一组，你们选了哪一些？1，有选1的举手。好，我们请第一组这一组来讲，为什么你选1？因为它是有很多不同形状、不同成分的组成。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麻花卷。哦，我们有一个专有名字叫双股螺旋。它这样一条叫一股，然后这样螺旋叫双股螺旋，好吗？你讲这个就，你有没有看到刚才这2位助教们？你说 DNA 就是双股螺旋，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你就觉得很牛逼，有没有？对，就是双股螺旋，赶快抄下来哈！双股螺旋，下一次你们就可以离真正助教更进一步哈。好，还有没有？然后老师是骨头的骨不是，是我。股票的股，我脑袋里面只有这个。OK， 好，接下来呢，刚才有提到是4，有选4的举手。来，我们这一组4。OK， 4。好，那你们解释里面有写4，为什么你们选4？因为 DNA 的排列是 A 配 T， 然后 C 配 T。太好了，哦，你们让我好有成就感哦！我居然把你们 DNA 教会哦。好，来，你们本来就会吗？那至少我教会你今天什么叫双股螺旋，很好。好，这边还有5，为什么5 ？TAG， 它没有任何氨基酸，所以它就是最后了。好，它接不上任何东西，你的那个珍珠项链就停了，没东西接。OK， 好，来，你们7，好的。换人来7。为什么选7？7是什么？从 ATG 开始，解密规则1，来，助教队，来，9，好，为什么？3个3，这样你也看得懂？这样你也看得懂3个一组？那有逗号。哦，好，太棒了，太棒了。好，我觉得各位要不要？可以考虑来跳级来直接来考清大，对，你们现在已经懂很多东西了。OK， 好，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所以现在知不知道我们的遗传密码怎么样解密？你看到那些 ATCG， 然后最后变成氨基酸，变成蛋白质。可是我们还没教微积分。这跟微积分有什么关系？我大学不是要教哦 ，I see， 微积分最简单的就是1+1。那请戴老师也去安排一个教大家怎么微积分，那不是我的范畴，好吗？好，那我们现在该给大家另外一个概念，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什么是 DNA 了 ，OK， 然后也学会怎么样变成，怎么了？你对 DNA 过敏？没有啊，好。没有，老师刚才头变亮。是要哪一个角度？是要上一页？
你们的梗好奇怪啊。OK， 好，我们再回来这个地方，要给大家另外一个今天课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刚才是不是提到了，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 ATCG， 所以我们都用一样的遗传密码。所以呢，我们读取、辨识这些遗传密码或者运作的机制呢，都是一样的，机器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是别人的这些基因排列组合到别的生物里面，在我身体里面，我一样这样读，一样塞上同样组合的氨基酸，它就捏成一样的蛋白质，我就开始有那个蛋白质的功能，我就开始有它的能力了。OK， 所以呢，移植基因密码是可以移植功能的。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这个是这很难念哦，维多利亚多管发光水母。OK， 来就是好，来上来当助教。这对，就是这个颜色哈，就是这个绿色荧光哈，对 ，OK。那这个水母呢，它是在美国的它的东岸呢，这个地方有一个维多利亚港，它的外海有很多这个水母。晚上的时候看，我们这边马祖是什么？是什么？蓝眼泪，没有，那边是绿眼泪，然后更大一颗。哎，对，但是他们就是在那个地方很漂亮。然后有科学家就，为什么那些水母会发这些绿色荧光？然后而且它发的是在这个伞源这个地方，他要去研究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把那些水母全部都抓起来，然后把它的伞源剁下来，然后去萃取。怎么了？你身上有水母的痛觉神经这样子。哦，好，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反应，对我蛮喜欢的。OK， 好，然后呢，他把它萃取出来，居然发现说会让它发光什么？是这个绿色荧光蛋白质，它里面有一个蛋白质会发出绿色荧光。你今天如果真的拿出来这个蛋白质，它就会发光。我们实验室有做过，我们把它放在管子里面啊，它就在那边发绿色荧光。我应该把那个东西带来，但是它很快在室温底下就会坏掉，对。但是看起来蛮牛逼的，就是在冒烟的噗，然后绿色荧光这样。那其实里面只是荧光剂，没有开玩笑，它真的是绿色荧光蛋白质 ，OK。然后呢，现场有没有绿色荧光的？他可以借一下，我来唬他们一下。开玩笑。大家可以先看助教的衣服呢，然后来想象一下，对，OK。我觉得蛮漂亮。OK， 好。然后呢，你有蛋白质以后，它下一步就找到绿色荧光基因是在这个水母里面。OK。从它萃取什么意思？没有，它就是有用很多比较高深的技术，它是慢慢回推回去，它可以知道它的基因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你的问题是说为什么绿色荧光蛋白质会发绿色荧光吗？是吗？好，大家看一下绿色荧光染剂，我不要骗你们，对，这不是蛋白质 ，OK， 对，这个还要打那个光，会看起来更真的会发光了，对，感谢。你有没有觉得这边什么都有，好像随时都可以拿出来一个什么？哇！牛逼，嘿！这是小学生的梗吗？我有一个小五的，什么？我又发光了吗？还是 SO？ 我听不懂你们的梗。好，我们再回来这个地方。有了。我们有找到这个绿色荧光基因 ，OK？ 如果你今天把绿色荧光基因丢到别的生物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它就发光啊！线虫就发光啊，蜜蜂也发光，兔子也发光啊。这个老鼠呢？这中间是没有放绿色荧光基因，这旁边是有发的。它就，你旁边怎么会自带绿色荧光？怎么？OK， 它就可以发光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知道这个生物里面它是什么蛋白质，让它有那个功能，有那个超能力，我们可以定位到这个蛋白质，可以定位它的基因，它的基因送到你的，经过一些设计，还是要一些改造 ，OK， 然后放到
不同的生物里面，因为大家用的遗传密码都是一样，你就会得到它的超能力。OK？ 他们放基因，他们不会死掉。放基，有一些会，如果那个基因呢就不适合在你的身体环境里面，你可能会死掉。对，但这些不会造成影响。对，可能会让它受到别人的注目这样子，但是它对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他只会说，我下一次不要再穿这个外套了。对 ，OK， 呀、好吗？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没有。好，那我们过去这些生物学家都在干嘛呢？我们就在大自然界里面，这些生物里面找到很多特殊功能的蛋白质。奇奇怪怪，它可以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绿色荧光，对。然后呢，我自己实验室还有找到一个什么，蝙蝠可以听到超音波的那个蛋白质，然后我们把它丢在小鼠里面，它就可以开始听得到超音波。OK， 对，而且还不用长得很丑，对 ，OK。放在人体里面呢，我还没放过。对，如果哪一天我觉得够成熟以后，我就会开始让人体听得到超音波。那可以干嘛？就是我们可以发出超音波的声音，这样子，然后就跟另一个有超音波能力的，就是沟通，但是心电感应。是用超音波去沟通吗？对，然后呢，普通人就听不到。哦，就在课堂上可以讲悄悄话。对。哦。那如果老师也打讲大声，那如果老师说，我也有带超音波感应蛋白，然后你们两个别再讲悄悄话，很吵。我帮你们想别的利用什么？我们发不出超音波 ，OK， 我们的发不出超音波，但是我们可以放一个超音波发射器，它可以弹回来，我眼睛看不到，我感受到超音波，我都可以，对啊，直接定位，我还是可以知道我后面有谁。蝙蝠它自己发得出来，我们人发不出来，但是我可以听得到超音波。你要把你的 DNA 里面加那个可以发射超音波，你不就可以发射？对，你们现在开始学会。如果我哪天找到可以让我发出超音波的蛋白质的话，那我把它拿过来就可以。但是呢，我这边解释一下，要发出超音波，你的喉咙的这些发声系统是要非常非常复杂，它不是一个蛋白质就可以解决的，它要10000个蛋白质，它可能在你发育的过程里面，你的发声系统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对，因为比如说我唱歌。我能唱最高的 key 就那个样子，再也上不去了。他天生就可以唱比我高的 key， 那我能怎么样？对不对？因为我们构造不一样 ，OK？ 但是如果今天是比较简单，我们可以定位到只是一个蛋白质的功能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透过来，因为我们只要把它基因放到我们身体里面就可以 ，OK？ 好，所以我们当然有找到对应的基因，我们现在已经有基因工具了，一大堆。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我很快都可以找得到 ，OK？那比如说，我带大家练习一下。假设我们今天生物学家想要做一个可以杀死癌细胞的超级细菌，那我们要怎么做？细菌不 care 我们，它根本不在乎我们有没有得到癌细胞 ，right？ 但是说我们第一个要什么？我们要给它侦测的基因，它今天是开始可以侦测到癌细胞。那侦测到以后呢，还有武器基因，就是它侦测到以后，它可以释放毒素去把这个癌细胞干掉。干掉了以后呢，我们还有什么？过河拆桥，不希望它留在我身体里面太久，然后它就可以自爆，就随着我尿液排掉，类似这样。那把这些基因呢全部塞起来，它就变成是一个超级细菌。有没有看到流汗这样子？这个你觉得我只讲的很简单的什么？对，孤狼行动，对，我们需要它去杀死癌细胞，对，再讲下去就会扯到战争哦，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范畴，好吗？对，但是的确，我们的生物学家真的就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可以去改造这些东西来帮我们去找到癌细胞，去把它们杀死。OK， 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在做这一些，我们偷到别的，不是偷 ，OK， 我们借过来 ，OK， 借过来它的超能，然后去做这些事情。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累？还是我们可以继续讲？可以继续讲吗？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些东西，我们偷来以后要干嘛 ？OK， 我讲完第一个主题，我们再休息个5分钟，好吗？好，主题1，我们去控制生物的大脑。OK， 什么？控制手机之类哦，你用你的脑袋去控制手机吗？那个也做得到。OK，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这人是谁？马斯克。OK， Elon Musk。OK， 他
创立了一个公司叫做 Neuralink。Neuralink 呢，它真的有跑出来有一个产品是这个小镜片。植入大脑里面，然后你的大脑去操控机器。哎，举手，来举手，然后来。大脑只要有电输入的话，它那个机器就会接收，然后比如说你把它用到游戏里，然后游戏的车就会依照它大脑的定位讯息。你是不是有偷看过我的投影片？还有一个，它可以用机器控制这个人。它可以用机器控制，像操纵。还没有做到那一步。但他那时候有说他会做到。它未来听起来有点怕怕的，对不对？来，记得他不是还有一个不是跟这个不一样，就是他有一个头套，然后戴着以后就可以做好梦那个。做好梦。然后就会发射微型镜波来就做好梦的。你们平常看了什么？这怎么能够控制你做好梦？好，来，它是可以读的。刚才助教已经有讲了，它可以读你大脑在有什么样，你是可以去读取这个，然后变成是一个电子讯号，然后怎么样？这是一个已经下半身瘫痪，但他脑袋还是清楚的，然后就是可以放在他的脑袋里面，然后用那个晶片呢去控制他。我觉得他玩的比我还好。老师你很烂。啊，我很烂，对我很烂，对。老师你会不会漂移？啊？没有玩的是好。我现在都是走那个单轮，然后直接在那个轨道上面的好吗？对。好，那个不是重点，好吗？马里奥赛车不是重点，而是说他今天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哎，耀西也不是重点，好吗？对。好，我们赶快跳掉这一张投影片，那是1。对。这么近，因为我们家1跟2都有。对。这样有让你觉得比较羡慕一点吗？哦，能够让你们羡慕好容易啊！就我去买一个 Switch 2就可以了。OK， 你也要买吗？不错，对，我还能做什么回应 ？OK， 除了读以外，它可以去读这个脑袋，其实还可以写，还可以去控制。OK， 控制呢，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方法可以控制。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是什么？用光去控制。神经细胞，我们的脑袋主要是神经细胞，然后控制我们怎么样思考，怎么样行动。OK， 是神经细胞。OK， 好，那我们怎么控制呢？又要介绍谁的功能被我们偷过来？这一位，莱茵衣藻，它是一个藻类，它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在莱茵河里面，应该不是。OK， 对，没有这么样的浪漫，对，它可能是别的原因。然后呢，它是单细胞生物。所谓单细胞生物是什么？这样就是一个细胞了。我们是多细胞生物，我们有很多好几十万个细胞，好几百种细胞组成，它就是一颗细胞。然后它头上这2个是鞭毛，会游泳 ，OK。然后呢，你看它绿绿的，为什么？不是绿色荧光，大家先跳掉绿色荧光好吗 ？OK， 它绿绿的呢，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叶绿素，它要做光合作用，还获得养分 ，OK。那为了要找到哪个地方，因为它就是要希望可以有更多光线，它才做更多的光合作用 ，right？ 所以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眼点，不是眼睛哦，它已经不是什么眼睛细胞，它是单细胞生物，它就只有它有一个区域可以感受到光线。OK， 这么简单的一个单细胞生物，为什么它们可以感受到光线？是因为我们把这个眼点放大来看，这是它的这个眼点上面有一个，我们刚才是不是讲到这个蛋白质有一种是像筒子一样的，它叫通道蛋白。这个筒子呢，开关是受到控制的。它平常没有照到光的时候是关起来的，有照到光的时候它就打开来。然后这个是细胞外面，这是细胞里面，它的体内。细胞外面有很多的带正电的离子，我们叫阳离子。OK， 然后平常的时候因为关起来，所以阳离子进不来里面。可是呢，一旦照到光了以后，它就打开了，然后阳离子流到细胞里面。然后这个莱茵衣藻怎么样？它那边游泳，很多阳离子流到身体里面，那边有光线，我就赶快游过去那边。OK， 我就可以做更多的光合作用，这个就是它去感受到光线的原因。OK， 那科学家发现呢，如果今天在神经细胞上面，你今天将阳离子流到细胞里面，其实是可以帮助神经细胞去活化起来的。你只要让很多阳离子流到细胞里面，就可以让这个神经细胞被活化起来。那神经细胞这个被活化，它就可以刺激更下面的神经细胞，最后就一路刺激到你的肌肉，那你就可以开始用你的脑袋，我控制
你会运动的脑区，你的肌肉就开始收缩，开始做这些事情了。好，所以现在就开始有什么概念？我们从他身上偷到这个对光敏感的离子通道蛋白质，莱茵1藻，放到我们要去控制的神经细胞上面，照光，这神经细胞就会受我控制，一打光它就被活化起来。OK，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没有。好，那第一步呢，他把它，他真的把它放在老鼠脑袋里面，然后呢，他要插一个光纤，插到脑袋里面，插在那个脑区那边，因为光的穿透力不好，所以他先打开一点点头盖骨，然后塞那个光线进去。OK， 对。然后你基本上这个老鼠就像碰碰车一样，有没有？上面还有那个电，这个就是那个绳子，然后这个是从上往下看的这个老鼠。然后呢，不打光的时候呢，它放在一个脑区，是那个脑区会刺激它会往左边转。啊，平常没有打光，它就是在午后的散步，晚间的散步。但是你看哦，这时候一打光，它就被一直逼着要往左转。OK， 关掉。刚才发生什么事 ？OK， 接下来呢，等一下它又在。它的又打光了，它就头开始扭了，就往左边转，完全是受我们用光照去控制这件事情的。还有什么？你们班上有没有那个比较容易激动的同学？有吗？啊，谁？鼓手岩。徒手岩。哇，他好有名哦！你们是同一个学校？因为他一直被叫。他怎么样？很激动？他骂老师。嗯。你的名字是？姓张名根的。哦，好，不是徒手岩。没有你，我觉得你表现好。你现在是觉得热，还是因为不是因为绿色荧光要脱外套 ？OK， 好，然后这个呢是什么？它去刺激它一个会让它非常激动，然后非常想要一直动的一个脑区。OK， 那你看到平常没，然后一打光，好激动，好激动，然后看到什么东西都咬，它还会咬自己的手。OK， 啊，它会吃会。你如果旁边过分一点，不是放饲料，是放屎，它也吃。因为它已经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脑袋，它就是变得非常激动，它就是对。所以你想要侮辱同学，你可以把它插在那边。你们的脑袋里面的应用的、想象的都是啊？那你说那个名字是什么？我把它记下来。什么陈？啊，陈不是跟刚才那个名字不一样。徒手岩。哦，你们是同一个学校吗？对。还是他是苗栗县的风云人物？都建工。哦。那个徒手岩是建工的风云人物。风云。他4年级跟我同班，他那时候就已经过导弹。好，要不要叫他一起来上课？你要确定。我要确定呢，要确内哦。他没关系，我们老师什么学生都看过，对，在座的各位表现得非常好，还没有人在呛我，对 ，OK， 我觉得非常的幸运，好，还有什么？他这只老鼠呢，它的脊椎是受伤的，它其实下半身本来是不能动的，可是呢，我们就一直强迫刺激它运动，你就一直运动它的脑袋，它脚开始动起来，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假设真的受伤，然后瘫痪是什么？我们意志力太薄弱。动，我要动，然后你就可能真的会动。OK， 就这个实验证明了这件事情。OK， 对。好，还有什么？还可以做什么？你们知不知道癫痫是什么？知道啊。癫痫是怎么样发作？就是会没吃药不能动，然后抖。好，助教，来。癫痫就是我们吃。你是不是内建 AI？ 我们吃下去的饭啊，淀粉类都会转为葡萄糖，然后葡萄糖它会提供脑袋那个能量。对。然后我们脑袋呢，他们癫痫的患者啊，他们会有一个异常的现象，就是他们脑袋会异常放电。对。那我们放电会使那个身体进行活动嘛？对。可是他们的异常放电是会使身体一直动。一直动？没有，它不动啊，它不动啊，就是掩饰。对，掩饰，对 ，OK。
基本上你把它想象成就是有的时候大脑可能受伤了，或是可能有一些受损，一样嘛，受伤受损可以，受损听起来好像比较牛逼一点，大脑受损了哈，好，然后它怎么样？它有时候会不正常的整个脑都放电，全部都活化起来，所以它就瞬间僵着，它就倒下来。OK， 好，那如果你今天去监测这个脑袋的脑波，它其实这个是一条线，对不对？如果今天脑袋的神经细胞活化的非常强烈的时候，它就振幅会越来越大。所以在你整个全部不正常的放电之前呢，会有2到3秒钟的时间，它是准备要发作。你会看得到它，那瞬间要变越来越多，然后它就僵直。所以其实很多的这些癫痫的患者，他在发作之前，他是会先开始觉得不对劲，然后就发作，然后就倒下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疾病，因为你自己想，你本来在骑脚踏车，你就瞬间癫痫发作，你可能就倒下来了。万一旁边来一个大卡车，你就被碾死了。然后可能原本在吃面，然后有热汤，你就突然你就只能泡在里面，你的脸你就烫伤了。更不要讲你今天是咬到自己舌头，或是撞到这一桌，这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疾病。对，那传统的做法是怎么样？你就吃药去想办法降低你今天大脑的这些活性。可是吃药会怎么样？你会变笨，因为你大脑活性降低，你就是整天就一直坐在那边，然后没有办法思考很多事情。所以最好的做法是什么？最好的做法是，你觉得你平常都不要去抑制我大脑的活动，可是如果准备我要发作的时候，你这时候如果今天可以照光来控制我的脑袋，抑制我的这些不正常放电的话，我就没事，我至少就发呆个几秒钟。你们常常干这种事嘛，对不对？我至少不会整个僵直倒下来 ，right？ OK， 所以这个光去照的也是在做一样的事情。它呢在脑袋里面同时放了可以侦测整个脑的活性的这个机器 ，OK， 然后也放了光纤可以去打光。这个光是会去放在抑制脑袋的神经上面，所以它照光的时候还是抑制脑袋的活性 ，OK？ 所以它会及时的监控，有一个电脑在那个地方去监控。那像这个没有打光的时候，它准备要爆发，你看到它的这个神经活性变多的时候，它没有打光，它就真的发作，那个老鼠就僵直了。可是如果你今天有打光抑制了它那个时候，它是不会癫痫发作。OK， 所以这样的方式呢，就可以真的有机会去帮助到很多癫痫病患，对患者，听起来你们喜欢用比较牛逼的感觉，比较像标准答案。患者对的这一些，请说。可是那他不是打光以后他就不会发作了，那他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停止打光？什么要停止？对，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它其实发作就是这几秒钟。那所以你今天可以控制说，我觉得打几秒就好，那你也不用打到很长。因为博士的机器很牛逼，所以它可以侦测。博士的机器很牛逼，所以可以侦测。这是小叮当还是什么漫画书里面的台词吗 ？OK， 还有什么其他的用途？比如说那个小鼠有忧郁症，也可以用来治疗忧郁症。你知道怎么样让小鼠得忧郁症？你在关起来，你就把它放在一个我们实验上面叫做一个长方形的木盒，翻成白话就是棺材。你就关着几个，放进绿色荧光蛋白质。那它只会发绿色荧光，不会得到忧郁症。你觉得今天穿这个绿色外套会让你不舒服吗？不会啊，对，所以它也不会得忧郁症。OK， 你把它关久了以后呢，它就会得忧郁症。然后另外一个，你怎么知道这个小鼠得到忧郁症？不动，它还是会动。它会躲在角落。这也是一点。还有更明显的，不喜欢社交。不喜欢社交也是，对。但是不吃东西都会。有一个更明显的是什么？它会丧失求生意志。如果你今天丢在那个水池里面，然后那个水池很大嘛，然后你会有一个甲板，正常的老鼠我要赶快游到那个甲板上面 ，OK？ 可是那个老鼠就嘣就沉下去了。
然后你要赶快捞起来，不然你实验就没了。OK， 所以你就会知道。然后我们要怎么治疗？我们就是一直用光去刺激，会让他非常开心的脑区，一直刺激，一直刺激，一直刺激。后来他真的开始有求生意志了。OK，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比那个要控制什么奇奇怪怪的那个谁啊，然后什么什么，还有更正向的这样的治疗的方向，好吗？还有什么？他还可以去治疗失明的人。OK， 因为它是一个用光去控制神经细胞的一个方式，对不对？我们的眼球的这底部 ，OK， 它有一群细胞是感光细胞，在这个地方，感光细胞是真的感受到光线，然后它把这个感受到光线的这个讯号传给了视神经，视神经才会连到我们的大脑，告诉我们看到东西了。OK， 那很多时候有一些疾病是什么？你的感光细胞坏掉，可你视神经还是好的，你就是感光细胞受损。受损，我现在学会不是受伤，受损 ，OK， 感光细胞受损，你的视神经还是好的，那这时候你可以干嘛？你只能看到黑白的。对，但是你就把那个蛋白质呢放在你的视神经上面，它直接打光，然后直接刺激到你的视神经，直接让你的脑袋知道你有感受到光就好了。OK， 它怎么做呢？这是一个失明的老鼠，然后这是一个水迷宫，这个光照的地方就是出口的地方。啊，如果他今天，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忧郁症的老师，他很拼命的在游泳 ，OK， 他基本上就只能靠触觉，然后去慢慢找看有没有出口。你觉得他真的要淹死，你就要把它捞起来。对，这个都是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做实验。做实验做一做，他就忧郁症，然后沉下去。然后他就出去了。可是呢，如果你今天是有放了那个蛋白质的，马上就找到。他的感光细胞是坏掉的哦，他马上就可以出去了。OK， 所以他是有，现在的确很多人是用那个蛋白质，日本有一些公司，他就是用它来尝试治疗，让失明的人可以开始在感受到光线。他只是感受得到光是，可是看不到。对，所以他们有用不一样的方式，看看有没有办法是可以看得到图形。对，他看过去会是模糊的。那为什么小老鼠会往有光的地方跑？因为一般的动物都会往有光的方向去，对，呀、那这个是理论上的实验，但是我们真的在做实验，我可以分享一下，真的在做实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你刚才是不是提到，如果小鼠不游泳，它就沉下去，对不对？我们有做过那种很胖的小鼠，你直接丢了，它胖浮在上面，让人家压不下去，它会再飘起来，所以那个做不了实验的，所以就。忧郁症相似有什么？就如果他刚刚好又胖又得忧郁症，就我们做不了这个实验，对。但有很多我们真的在做实验的时候会经历过很多事情。好，小组讨论开始。我们今天介绍，好。他打光的地方不是出口，小鼠会怎么样？他也会朝那个地方，他就撞到了，对。那他就学会，你那光都是骗我的，好吗 ？OK。老师这样用完，然后再打出口，我们都是这样。那你的实验就做不起来了。OK， 好，我们现在开始小组讨论的时间。如果你今天可以控制大脑，你可以做什么？我没有限定你一定要正向的哦，好吗？但是不要太负向，不要做。然后你可以选择问题1回答，或者选择问题2回答，好吗？有没有听到？你可以选择问题1或是问题2回答。好，开始。我们剩2分钟了，快点。1分钟。30秒。
10、9，没关系，你可以，你记得你今天是要讲什么就可以，不见得你需要把答案整个写出来，好吗？好，我之后会限制你们的字数只能够3个字，好吗？之后不是现在，之后，好，来，我们从这一组开始分享。你们是要回答1还是2？一，好，你们想要做什么？来，大家听这边哦，来。好，这一组选择1，那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控制老师帮我写作业，写完再放回原位解题。他们的答案是控制老师帮我写作业，而且你们还算有良心，控制完还会放回原位，是不是？哦。不然会发现。好，我好像不用问为什么了，作业。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写。因为不想写作业，然后叫老师帮你写作业。好，来。而且老师的一定全对的。老师一定，因为老师可以偷看解答的。来。回答1还是2？2，好，为什么害怕？不会害怕。啊？你会不会害怕哦？好，抱歉啊，好，不会为什么不会害怕？因为这是一种很新潮的技术，很酷。你觉得你有很容易被别人控制吗？第一个，如果我今天要控制你，要怎么样？我今天要植入你那个基因，而且我还要把你开脑，还要塞那个光纤。OK， 然后你就整天像一个碰碰车一样插着一个人在走来走去，这没有这么容易，对不对？OK， 好，来这一组。被控制所以写光荣。啊？不会，因为很光荣。被控制很光荣。不是，因为被控制，所以不是我写的。好，你们要不要统整一下？我等一下再问你们，你们都今天要回答什么？他们写的。来，因为被控制，所以那不是你写的。对。哦，我现在终于听懂了。那你怎么知道你是被控制？那控制他的那个人负责回答，来。来助教。来，我们是第二。好，第2题，为什么你会害怕还是不害怕？会害怕。为什么？会怕别人。来听这边哦，来听这边，他们会害怕，为什么？因为会怕被别人恶整。会怕被别人恶整。你平常有对别人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吗？没有。感觉啊？对，没有。好，你的名字是什么？不是。不是刚才你们提到那个哈。好，来。1、2都要写。好，你们先讲1。可以控制全宇宙。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可以不视于我。无视于你。服侍于。你们是女王组吗？好。你们是完全放飞自我的回答。好，然后呢2是会害怕，因为怕自己被别人控制去服侍别人。为什么？来。因为怕其他人先控制我。好，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就先介绍了主题1，我们今天可以用一些生物上面发现的一些简单的蛋白质，其实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应用。OK， 我们这边休息5分钟，好吗？大家可以去上个厕所，然后再回来，我们再继续讲。那我们今天其实会本来要讲4个主题，刚才讲了1个主题。OK，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看看能讲多少，我们就讲多少，好吗？那我们接下来要讲另外一个主题是修改基因的新技术。其实这些主题都还蛮难的，但是你们很棒，你们都听得懂。OK， 我也会试着用简单的方式告诉你们。OK， 好，我们这边要先提到基因疾病。其实人类社会有很多很多基因疾病，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事情，非常非常惨。比如说戴萨克斯症，它就是一个跟神经生长有关系的酵素坏掉，蛋白质坏掉，所以它的神经其实发育不好。然后我们的肌肉在发育的过程里面是需要神经一直去刺激它的。
OK， 所以他的肌肉就慢慢他就没有力，然后最后就软趴趴。这小孩子婴儿软趴很快就会死掉。OK， 都是因为基因出错，或是帕金森氏症。其实，在台湾50岁以上的老人，50个就有1个会得到帕金森氏症，所以真的是很常见一个，他就会失智啊，或者什么。我觉得很多时候生理的疾病是一件事情，可是心理的疾病就是你忘记你自己是谁，也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OK， 唐氏症当然也是染色体异常，然后侏儒症或是早衰症，这些都是因为基因突变导致的。早衰症呢是一个它的基因发生非常非常多的突变，所以它最后就是这个是年纪非常小，跟你们年纪一样。OK， 对，差不多国中他们活到国中就差不多会很多就会死掉。OK，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还有一大堆基因疾病太多了。各位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小朋友，你们才可以健康的在这边上课。OK， 那为了要去照顾这些，或者我们要预防这些基因疾病啊，其实都不是这么容易的。我这边再回到刚才另外一个概念，先给大家一个概念，什么是基因疾病？就是我们刚才是不是 ATCG 的排列组合？如果今天是跟一般人一样的话，它就会做出来正常排列组合的氨基酸，它就可以变成是一个正常形状的蛋白质，它就有正常的功能，对吧？可是呢，我们这些排列组合30亿个OK， 这么多，总是有一些会出错。万一你就是运气不好，它就出错在很关键的地方。比如说，它本来原本是这一个排列组合，它就换成另外一个排列组合。它本来是 A 配 T， 它就变成 C 配 G。光是这样子一个字母的排列组合，你可能就换不一样的氨基酸，你可能蛋白质就不一样。最后它就变成所谓的突变的蛋白质，然后最后变成基因疾病。什么东西会造成我们的基因突变？比如说晒太阳，晒太多太阳。或是你今天被病毒攻击了，或是你今天吃到一些致癌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让你的 DNA 排列组合换掉。OK， 如果你不小心，如果它今天是31个发生在不这么重要的蛋白质身上，可能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如果今天是在重要的蛋白质身上，你就会开始生病。OK， 那这件事情呢，基本上你生下来就已经决定了。OK， 它是基因的这排列组合是根本就是。你如果今天得到基因疾病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根治的，你只能够做症状的治疗，比如说就让早衰症的患者可以舒服一点，慢慢的走完他这短短的一生。但是很辛苦的。但是，所以我们很常会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要做很多，在宝宝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很多的这些侦测，看你们是不是胚胎是正常的，你们基因是怎么样。这个是什么东西？染色体，对不对？你们常常会听到染色体长得像这种。香肠还是蝴蝶这样的东西，我跟大家讲什么？刚才有没有看到那个细胞核里面那个麻花卷？你那麻花卷浓缩成一根很粗的麻花卷，它就这样浓缩起来，就是这一根，好吗？然后呢，我们人体有46条，刚才那个麻花卷，照长度排，最长的就是1，然后一路排到最短。22，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性染色体 ，OK， 所以我们刚才想到那个双股螺旋，这个浓缩到极致的时候，就是你眼睛可以开始看得到这一根棒棒 ，OK， 它里面就是一条的什么？大概是多大吗？还是比你的头发细啊？嘿，对，还是比细胞小，对，因为它不可能比你细胞大，那你的 DNA 就喷出来了，对吧？OK， 大家慢慢有这个空间概念也是好的，但是你会慢慢知道你今天看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今天要来上课的原因。然后我们还会怎么样？上课还有一个原因什么？我们不要被人家当傻子骗啊！你有没有去过狮头山？我有一天这样好像上课讲这不大好。我有一天去爬狮头山，跟我爸家人去爬狮头山，然后看到一个就那边有一个广告，然后就说他什么卖的一个什么成年老醋，还是成年什么。富含人体20种氨基酸，你们废话吗？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富含了人体20种氨基酸，好吗？有什么差别？它有什么特别的 ？OK， 你知道久了以后你就知道那个东西怪怪的，对。但是然后我老婆以前很喜欢涂那个胶原蛋白，她觉得很有用。然后我在想，如果是我以前的，我就涂那有什么用？你蛋白质又不会让你没有用 ，OK， 但是就。反正他涂的开心就让他涂，这个是作为
对对，心理上面的疗法，但是你会知道什么东西有可能应该有用，有什么东西理论上就没有用，对，好吗？回去还可以教你爸爸妈妈 ，OK， 好。那但是，一旦生出来，如果没有检查到，你就来不及了。还有什么东西更来不及？你们现在还没有50岁以后，你都不知道你会不会得帕金森氏症，我都不知道我会不会得帕金森氏症。OK， 所以基因疾病是有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那以前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只能够做症状治疗。OK， 就是只要比如说你失智症就延缓它失智，你没有办法做太多事情。可是呢，现在这件事情有可能可以去根治。要怎么根治？就是对症下药。你如果原本是排列组合错掉的，你可以所谓做基因编辑，再把它换回来正常的基因排列。就可以了 ，OK， 这个你们常常会听到，有没有听过基因编辑？2位助教有没有听过基因编辑？有。来 ，AI， 请回答什么是基因编辑？就是把它剪掉之后再用。就是我们的 RNA 会组成 DNA， 他们2个真的很厉害，DNA 所做成的组合啊，可以把它编辑，把它剪掉，然后换成另一种基因组合。比如说，我可以把青椒还有番茄组合在一起变成番茄椒。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的确是可能，因为你很多在植物的时候，它就是接枝来接枝去，它最后就变成有没有吃过什么凤梨世家？对啊，那怎么来的？就是接来接去的。翻页来。啊？有很多这一种，对。OK， 好，我们真的要这个是理论上，概念上面，我们今天要把错误的排列变回来正常的排列，要怎么做？我们今天希望。这个是错误的排列组合，对不对？这个红色的排列，我们提供它给一个正常的基因片段。我们这些基因片段呢，我们是可以用人工合成的，很便宜。我们今天只要打给公司，台湾可能有超过100家公司都可以合成。你就直接跟他打那 ATCG， 你要什么什么什么，隔个2天，比虾皮到货还快，隔个2天他就送来，而且非常便宜，就是一份麦当劳快餐的套餐的价钱，每个人都他就给你一罐。那你吃的套餐要500-600啊？你到底吃了什么套餐？没这么贵吧 ？OK， 所以这件事情正常的基因片段很便宜，然后你希望什么？你希望这个错误的呢跟正常基因片换过来，那它就变成正常的。OK？ 对，接下来就是问题。你今天不会没事拿了一个基因片段丢到人家人体里面，然后它就换过来，那不是很恐怖？超恐怖！所以它要有一个条件可以启动它换过来这件过程，它必须要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位置，要有剪刀把它们2股，刚才那2个绳子都剪断掉。剪刀要非常小啊，蛋白质可以很小。你说要多细吗？就是这附近。就对，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剪刀要多小，还是要剪的区域要多小？就是他的意思应该是说要什么剪刀才可以？对，我可以先剧透一下，这个剪刀就是一种长得像剪刀的蛋白质去做的事情。真的长得像剪刀。对，真的长得像剪刀。形状就真的像剪刀。真的像剪刀，对。但是呢，它必须要在这个位置非常精准的剪。然后在这个地方造成双股的断裂以后，你刚才我们的人体都是一长条的 DNA， 对不对？如果中间断掉，你会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如果你接不回来，你就死定了。你的23对染色体，那其中一条就你刚才想到叮飞走了，你变成23.5条染色体吗？还是怎么样？不行。所以我们人体里面有修复的一些机制。如果你今天断掉了以后呢，它会想办法再把它接回去。可是关键在这个地方哦，你这个地方切掉以后，如果旁边有一个正常的基因片段，他说，这边有一个正常的，我直接拿来用，然后就接上去就好，我不要自己再慢慢再煮。它有一群蛋白质会把它再接回来，可是旁边有一个正常基因片段，他觉得这很像嘛，我就偷懒，我就直接拿来用。OK， 所以你既有这样的方式。丢入一个正常你想要变成的那个基因片段，麦当劳套餐的价钱，隔日到货，好吗？然后呢，你
你只要在这个区域，你不能切别的地方，切别的地方就那个地方断掉，让它接回来反而是坏掉的。OK， 你要在正常的这个区域切掉，然后它才会去换过来，这个特别的地方换过来。这是你可以想象，刚才想象你很难想象那个切割的啊。失败的几率，所以科学家在这几十年来都一直尝试着有没有更厉害的这个剪刀。它要怎么样叫厉害？来，请说，你先。每一个细胞都要那个。哎，对，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讲这件事情。对呀。哦，你们可以尽量问，我不需要教完。嘿，你们如果有任何问题，我到时候会发我的email， 你们也可以继续问我，好吗？好，你们可以尽量问我的目的就不是要教完，我希望你们可以慢慢的理解我上课有教到的东西就好了。OK， 好，它这样切掉了以后，它就会再接。我已经忘记我刚才讲什么，它就会再接回去，好吗？关键什么叫厉害的剪刀？第一个，它不能乱切，它在30亿个这个排列组合就找到那个位置把它切，这太难了。你地球有70亿个人，你要一半的人里面瞬间找到你，有多难？那个飞弹，就找到你了，这有多难？这太难了啊！还好吧？哦，好，我们先不讨论政治的议题，对。他们有身份证。我们人有身份证，细胞那些 DNA 没有。DNA 有啊，他的身份证就是他的排列组合。OK， 好，第二个切，然后他还要切得很好，他不能乱切，所以重点就是这一个难的，这个难不难？隔日到货，麦当劳套餐的钱，你中午减个肥就有了。OK， 难的是这个切割蛋白质，超难。你要在31个里面，然后找到这个，然后他去切那个位置，不能乱切，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结果呢，这个蛋白质，这个剪刀在哪里找到？在细菌跟噬菌体的战争里面找到，你想都没想过的一个地方。先给大家讲一下谁是好人，谁是坏人。OK， 我们人类怕跟新冠肺炎病毒，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对嘛？这当然了，谁会讲新冠肺炎病毒是坏人？故意要讲反了，对。所以呢，病毒它会侵入我们新冠肺炎病毒会怎么样？会侵入我们人体，所以我们要抵抗它，对不对？那同样的状况，这个是细菌，然后这个你们如果去那个科博馆，一进去会看到一个登陆小艇，对不对？那个结构，那个叫噬菌体，它是病毒，它是会吃掉细菌的病毒，它叫噬菌体。它是一种细菌。我们现在先把细菌当好人，好吗？先把噬菌体当坏人。对，我们先撇开谁对我们人体的，我们先旁观，好吗 ？OK， 好。所以呢，它会侵入这个细菌，它怎么做呢？其实，这些病毒，我们来看一下病毒它的为什么要侵入噬菌体，为什么要侵入细菌？它希望可以产生出更多的自己，这就是它的动力来源，这是它的目标。那它怎么做呢？这个细菌，然后噬菌体呢，这登陆以后呢，它就会拉扁边，把它的 DNA 拉到这个细菌里面，然后它的 DNA 进去以后，大家都是 ATCG， 所以它就用它的那个 ATCG， 用细菌的资源去接细菌的氨基酸，去接上变成照这个噬菌体的基因排列组合变成噬菌体的蛋白质，然后最后呢，这些蛋白质可以像乐高一样组成更多的噬菌体，再把我已经多到住不下，就把这细菌弄破掉，然后它再去感染其他的细菌，那慢慢它就可以把细菌吃光了，噬菌体就越来越多了，那这样就是噬菌体的战争就胜利了。OK， 那你们觉得细菌是棒槌吗？它会一直被噬菌体这样干掉，那我们就没有细菌了 ，right？ 所以细菌要怎么样对抗噬菌体的？它怎么？它是细菌，它不会有抗体，它没有免疫，它没有我们人类的免疫系统。它细菌会分裂，但是它不是用这个方法来去对，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怎么样对抗噬菌体？把这进来的 DNA 切断掉，切断掉以后，它就不会形成完整的氨基酸链，
它就不会形成完整的蛋白质。所以你那个乐高少一块，你煮得下去吗？那是啊，找另一个颜色。你们煮另外一个颜色，它就特别的一个。对，就是它的标志性。我不信，你如果有一个乐高，你们真的这么可以接受缺？我煮不下。东西都被我弟用不见。哈哦，如果真的直接煮，就先不要做那个步骤。如果一定要那个，就要找别出现。OK， 好，那噬菌体没有这么多替代的方案，它就煮不起来了。OK， 它少了一个脖子，少了一个头，它就煮不起来。所以细菌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呢，你拉进来这个 DNA， 我就把你切断掉。所以它身体里面就有那个剪刀，而且它那个剪刀还会辨识噬菌体的 DNA， 然后把它切掉。细菌也有自己的 DNA 呢，因为它自己要生活。这个剪刀不能够切细菌自己，不然你自己那么切你就自杀了，对不对？那他又不会去切人类的 DNA？不会，因为它的剪刀没有设计对人类有，那它就变坏菌了，好吗？他要怎么切 DNA？我等一下会跟你讲。嘿，对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细菌身体里面那个可以辨识噬菌体 DNA 的那个剪刀怎么作用的。它其实你要说剪刀，我觉得它比较像大亨堡的那个面包，好吗 ？OK， 好，我们再来看更真实一点的画面。这个是不是登陆月球，这个是噬菌体登陆细菌上面。啊，我给大家另外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刚才细胞是头发的1/5细，对不对？那如果细胞这样，那细菌呢，再比人类细胞再小1/10。OK， 差不多这样子。然后病毒呢，噬菌体再比细菌再小1/10，越来越小。头发的500的负几是吧10的负几不要问我，嘿，我不会去记。对，我也不这么喜欢微积分，我也不这么喜欢数学。OK， 你就自己想，好，头发是1，我们现在算不要1/5啊，1/10，所以你的细胞是10的负1次方，细菌在10的负2次方，病毒10的负3次方，这样可以吗？大概这样的概念。啊？对，10的负3次方1/1000，对，没错，嘿，好。还有什么数学题要我解答的吗？不用了啊。好，那我们再回来这边。OK， 好，它登陆，我们现在停在它登陆在这边的这件事情。接下来呢，我们从里面往外看，现在我们在细菌的世界里面，这个就是拉它不是用注入 DNA 的噬菌体 DNA 的一个过程，注入中，好吗？不，那外面还有影子，有没有？你还看到，一看影子就知道那个是噬菌体在外面。那这是卡通图 ，OK。拉进来以后呢，然后这个时候剪刀要出动了，这个叫 Cas9 的蛋白质是细菌的哦。这个像不像大亨堡的那个面包？有点像。对，然后呢，这个中间真的有一个热狗，是这个金黄色的东西，它是一段基因序列，也是细菌的。面包叫 Cas9， 中间的这一段基因序列也是细菌的。OK， 然后这一段基因序列，我们刚才有没有提到有一件事情是什么 ？A 配 T，C 配 G， 然后这个是它只有其中一股，然后呢，它上面的基因序列就会跟噬菌体的 DNA 是互补的。OK， 然后它就会因为这样子 A 配 T，C 配 G， 它就粘到噬菌体的 DNA， 所以噬菌体的 DNA 注入以后什么会被一起塞到这个大亨堡的面包里面，好吗？所以里面塞了2个热狗。所以是2个 RNA。我们先不要讲 RNA， 这个是 RNA， 另外一个是 DNA， 他们可能我就跳掉那一个环节了，好吗？它就是基因序列，然后会跟它互补，所以它才会这样辨识。然后呢？放大来看，这个是这个凹槽的地方，然后这个是红色的，是细菌的，它会去辨识到 A 配 T，C 配 G， 要辨识到噬菌的 DNA， 这个就是剪刀的地方。OK， 它就会把这塞进来的 DNA 呢，就把它剪断掉，就咚咚就剪断掉。所以他自己也不会剪到。他自己也不会剪到，他只会剪到他粘的那个人。OK， 那细菌里面、身体里面，它就有很多的这些大亨堡跟面包，它就会有一堆这些东西。然后只要它有人拉东西进来，它就去把它切断掉。
OK， 好吗？好，然后呢，科学家发现说，这个蛋白质它也是一个基因形成过来的。OK， 那是 Cas9 蛋白质，它有 Cas9 基因，这个东西放到别的生物里面，全部都可以作用，全部都可以去切。那我们刚才是不是提到，你今天要合成一段基因序列是很容易的？所以我这一段其实是可以人工设计的。麦当劳套餐的价钱，好吗？你的是吃500块，我吃200块，哈？一半的麦当劳。对啊，一半，它只有一股，好像没有一半麦当劳的。这个这样想蛮合理的，但是。哪里怪怪的，对，但是都是很便宜，好吗？对，好，所以你这个可以人工设计，对不对？所以你今天要切31个哪一个基因序列，你自己去人工设计啊。我写一段，你都可以自己写，它对应是什么？比如说我今天要 AATTCG， 你就要设计什么 TTAAGC，right？ 然后再放入 Cas9 蛋白质，它就去切那个 DNA。这时候你再放入麦当劳套餐价钱的正常的基因，它就会互补了。那如果不然你写错，不想，那你要验证，你要验算，不然你的基因就会乱切。OK， 好吗？一定要验证，送入体内的东西一定要验证，再三的验证。你这个错就算，你那进去就乱切了。OK，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学习到验算的重要性。这样我也熬得过来。OK， 好，所以呢，刚才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是我希望可以教你们实际上面它是怎么运作，不要只是听那些概念，因为那些概念都很多时候是听起来很牛逼，但是唬人的 ，right？ 什么富含20种氨基酸？对，你就会这种傻眼，对。好，所以但是概念上面是什么？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一段 DNA 序列，然后突变的基因，你今天 CRISPR-Cas 的系统是什么？你今天可以在非常精准的地方去把它切断。这个时候呢，你再拿一段正常的基因放过去，它就会接回去。我绝对不会拍这种照片，我觉得蛮蠢的。但是它很就是在那边穿一个，你们常常会看到那个阿公阿嬷在看的那个卖药的广告，有没有？穿一个白袍，然后外国人，这个药非常的好，就类似这样，但其实在讲没有意义的事情啊，这个就。但是其实他就是在示意图说，真的是这样接上去的，好吗？好，那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我刚才跳了一下，就是说，你们最讨厌的生物是什么？蚊子，因为刚才看到那个蟑螂，都是一堆害虫的集。老师。谢谢，好，蟑螂我还好 ，OK， 我最讨厌的是蚊子，很烦呐、我不介意它叮我血，可是它真的晚上那边吵死了，还钻进鼻孔里，真的烦死了。而且他们的这么小一只，他们的大脑智商极高，你一开灯以后，他们就不见了。不然拿电蚊拍不见。他怎么？对，然后你放一个捕蚊的那边根本没用。然后你一拍，你手上就有一个烟。对，赶快洗掉哈。然后怎么打？绿色发光蛋白质。在蚊子里面，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绿色的在那边飞，就很容易抓到它的。你们有什么？你们真的在用防蚊的方法？蚊帐其实最有用的。你知道那个我先跟大家提一下，因为蚊子在非洲国家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叫疟疾，然后比尔盖茨呢就给大家一笔钱啊，希望大家可以想出方法，怎么样高科技的去预防这个东西。结果后来最有效方法就是蚊帐。啊？买一堆蚊帐，对。还有呢？从来不我跟你讲，我在苗栗的家里面就是挂蚊帐，对，还有没有？但是我跟各位讲，还有没有？拿被子把自己裹起来。那你会闷死。有没有更舒服的做法？还有没有？我呢？来。Cas9，好，你要怎么用 Cas9？然后呢？
你的空气在那边喷 Cas9，老师，可是 Cas9不是在常温下就死掉了？对啊，所以人家喷出来马上就坏掉了。好，我现在不是在讲高科技的事情，我不 care 蚊子叮我，可是我觉得它在我前面飞很烦，非常烦。那我通常呢就会手上拿一个，因为它在，它已经在这个区域了，对不对？然后我就手持着电蚊拍，只要我听到就表示我也醒了，我就这样挥2下，然后就会看到空气中啪啪啪啪啪，啊就很幸福的又睡着。OK， 这个就是我不滥杀无辜的一个做法，而且非常有效。但是呢，其实基改，我们今天是有一些方法是可以运用在这个地方的。你们知道什么样的蚊子是会叮血的？公蚊子还是母蚊子？只有公蚊子是无辜的。那有一个，我们每次找蚊子很难找，对不对？但是有一个生物超级会找母蚊子，就是公蚊子。OK， 那公蚊子呢，这时候就蛮倒霉的，它就会被我们抓来基改。所以有一个在英国一个 Oxitec， 它就是基改公蚊子。这个公蚊子呢，它被我们基改过，它只要跟母蚊子交配，那母蚊子就生不出宝宝了。而且这个公蚊子呢，也有不要讲自爆了，它至少让它过完这一生，反正它也不会叮人。为什么不让公蚊子的交配能力断掉呢？交配呢？不可能。那你就不会杀死现有的，你外面还有一堆有交配能力的公蚊子啊，right？ 那你一堆飞出去了了无生机的有什么用？好吗？我抓到这位助教的发问的盲点啊，好。那能不能把它弄成，就是它只要跟它交配，它生不出，而且也没办法跟其他交配。它可以交配，但是它生不出来。对。好，那这个公蚊子呢，它其实要吃实验室里面的食物，它才会活。所以它久了以后，它交配完了以后几个礼拜以后，它会死掉，它就不会在自然界里面做太多的事情。OK， 所以那个公司呢，他就做完这些基改的蚊子，然后他就开了一个面包车，每1公里就这样放入一个锅子，然后里面蚊子飞出去，然后每1公里就在放，就真的这样子，就这样一直放一直放。它的蚊子真的数目掉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有效。OK， 因为它的公蚊子大军就开始去找母蚊子在哪里，根本不需要我们找。OK， 好，还有什么？这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很爱美、很爱帅、很爱壮 ，OK。但是呢，这个是全家福。现在很流行什么？做医美。那个宝宝是不是有点疼？呀，不要乱讲话 ，OK。好，那你今天可以去做医美，可以修改你的外观，可是你的基因还是那个样子，还是会遗传下去，对不对？可是未来，如果大家可以越来越接受这件事情，会不会你直接从你的基因开始去做基因？当然呢，对，没错。OK， 所以呢，我举一个例子。OK， 这个是赛狗，一种赛狗。然后这个赛狗呢，它发现说这是平常体型的赛狗，然后有一群狗超级壮。超壮，然后发现这些都是有一个基因叫做 myostatin 的基因突变，然后这个 myostatin 呢，它就是一个基因会去抑制肌肉生长。OK， 然后就这一群狗超壮，它们就是因为 myostatin， 所以有时候突变不见得是坏事 ，depends on 根据你今天是希望你是一个很壮，还是对这种狗不见得是好，因为它肌肉太大，它跑得很慢，你会看到那个跑步很快的。很壮吗？没有。波尔特，对，但是你有看到练那些肌肉到超大的，然后那你根本跑不动了吗？极限运动员教练。OK， 好，那我们再回来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东西突变就会导致你的基因 ，OK， 所以的确有科学家他就去把这个 myostatin 去基改。然后这是基因编辑是正常，长到后面以后，它真的肌肉比较多。OK， 这个正常狗就肌肉就没有这么多。OK，
好，那接下来小组讨论的时间。如果你可以修改基因，你想要做什么？为什么？你会还选1或选2，只能写5个字以内，好吗？哎，你们要写为什么，不能自己乱胡乱一个东西哦。真的吗？好，那跟我现在问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基改海瑞贡丸，1分钟。是一个问题5个字，还是总共5个字？什么？总共5个字还是一个问题5个字？你就是讲你要讲的那个事情的5个字，5个字以内就好。嗯。老师，我不要写为什么。你可以不用写，但是你要解释。换一个，或者也不用。 30秒。不会吧？停止迫害你们的老师好吗？不要再迫害你们的老师了。你们对老师的怨恨会不会太重？一个肉一个包。10秒钟。好，我们从后面那一组开始。公主队，嘿，女王队。把全部的物种都混合起来。为什么？长得像蚊子，然后又有奇怪的。因为什么？因为我爽。因为你爽，把所有的生物都混合在一起，然后，好，我们跳过这一段哈，他们就是这有帮助服侍这件事情吗？没有吧？哦，好，来，跟大家讲，让大家都会发光。因为这样要让人不用开灯，很省电。哦，让大家都可以发光。对。OK。所以其实真的，比如说你，好，我们讨论停止喽，好了吗？听这边哦，来听这边，这一组说可以发光，大家可以不用开灯。的确 ，maybe 你今天可以发光以后，你走在路上晚上比较不会被车撞 ，right？ 就是一个亮亮的人在那边走。对。OK， 好，来。那个超级神奇11个字。啊，把蚊子改成 easy 打。蚊子改成绿色。绿色哦，就是它绿色蚊子，然后非常发光哈。然后比较容易打死它。你可不可以来听这边？如果你今天可以机改蚊子，你可不可以？你是在想说要狙击它的过程吗？还是你今天就可以喷一个什么东西，它就死掉就好了？对不对？对，有不一样的做法，但是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看它啊，我盯着你，我看你还在那边哪里躲，他就可以的，对，有一点，好，后面这一组，第二题，不会害怕。哈，然后它的基因。因为可以修改所有人的基因，那为什么你们要修改所有人的基因？好玩。好，这一组。让癌细胞死亡。让癌细胞死亡。癌细胞。为什么你要基改？你怎么样让你的癌细胞死亡？因为不想癌症。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好。然后不会害怕。不会害怕。不会害怕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边有分享了这个基改的这些东西，然后大致上你会知道怎么样做。我最后一点时间，我再分享最后一个主题。Yeah， 你们会比较想要听这个主题，制药的新技术，还是要听回春干细胞跟再生医学？哦，好，让你们自己选。OK， 好。那因为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就来讲这个主题：回春干细胞跟不要加强这个字 ，OK， 跟再生医学。好，我们先来听我们这边哦。好，我们接下来，我希望大家可以知道，我教会大家的都是真的学理，在这个地方都是有道理的。那你们就会有这个概念，而不是只是听这些东西，然后不知道你被骗了，你都不知道。富含20种氨基酸，对不对 ？OK。好，我们人都是从受精卵来的。OK， 那受精卵呢？精子碰到卵子以后，它就会开始受精了以后呢，它就开始分裂，然后变成是一个早期的胚胎，叫做囊胚。它是一个空心的球。OK， 那这里面呢有一坨细胞叫做内细胞团。这一颗就差不多，你可以想象，就跟你一颗，它的直径就跟你的头发一样粗，类似这样，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如果它着床以后，它就慢慢变成胚胎，然后变成宝宝，到最后就变成生出来就变成你。那科学家已经知道，这一团细胞才是真正长出来成不一样的器官，最后变成你的那一坨细胞。内细胞团就是一坨，最后负责生成你这个人的那一团细胞。这外面都是做别的事情的，不是真的发育成你的那一个。对 ，OK，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如果取的这个囊胚，取下这个内细胞是可以用，因为我们用解剖显微镜就可以放大，我们显微镜就可以放大，可以用镊子把它取下来。这一坨东西呢，放在培养皿里面养，它就可以变成干细胞。什么叫干细胞？是因为你今天给它，我刚才提到了这个囊胚，它今天在正常的环境里面，它就可以发育成一个你，所以这一群细胞它是有能力，你给它适当的刺激、适当的环境的话，它是可以长成不一样的器官、不一样的细胞的。所以每一个都对应一个不同的。每一个都有，这一颗就可以长成不一样，这一颗也可以长成不一样，完全看你今天给它放在怎么样的生长的环境。如果你今天给它长在一个适合眼睛生长的环境，它就长成眼睛的细胞。你今天给它放在适合肌肉生长的细胞，它就变成一个肌肉细胞，然后那个肌肉细胞还会在。干细胞可以变成所有细胞。对，理论上是。那所有细胞可以变成干细胞。对，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什么？它可以弄出眼睛，但是就可以分别一颗眼睛。对，理论上 ，OK， 好，所以这一颗细胞呢，你们当初都曾经有这个能力过，对不对？因为你们当初就是从那个囊胚那一坨细胞来，但是现在那个当初你的那个囊胚还在不在？当然不在，现在已经变成你啦。谁吃掉了？没有人吃掉，好吗 ？OK， 到底有什么妈吃掉。 ？OK， 但是如果今天你们有听过器官移植？器官移植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排斥。如果你今天是拿别人的器官，没有办法，很多时候是碰到排斥、免疫排斥，你就没有办法移植到你身体里面。所以你需要有什么？如果你今天什么东西坏掉，你需要有自己的器官 ，OK？ 你需要眼睛坏掉，你需要自己的眼睛；皮肤烫伤，你需要有自己的皮肤。然后它就是你的，所以它的基因是跟你一样的，它的蛋白质组成也是一样，所以不会有免疫排斥。你们慢慢会知道这些概念。所以我们希望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囊胚，然后这些细胞，你觉得它会是干细胞吗？你觉得你的手的皮肤会瞬间变成眼睛吗？它没有办法变成当初它皮肤就是皮肤了，眼睛就是眼睛，它不会变成肝脏，不然就会长一个肝脏，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我们的发育的过程就是这样子一个单行道，然后后来就会定型了。但是现在科学家发现说，它是拿皮肤细胞，什么细胞理论上都可以，它是可以回春的。
变成这一个当初这个内细胞团。OK， 我接下来就解释他怎么做到的。好，这个人呢叫做西亚亚马纳卡，山中生迷教授，在京都大学。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去比较干细胞跟身体的其他细胞，就是现在你们这样身体上面的细胞，不是干细胞，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它们的基因表现有什么差别？结果发现说，在干细胞里面有这一些只会在干细胞里面它是有功能的或者活化起来的。如果移到身体细胞就没有了。OK， 那接下来你们会想做什么事情？把这些东西不是把这些东西塞到我们身体细胞里面，看它会不会变成干细胞，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很多科学家没有选择这么做，因为他就觉得说，我们的身体细胞，它已经发育到这个时候，它已经是单行道，不可能再回去了。我们已经在发育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皮肤细胞已经丧失了某些功能，所以这是它为什么没办法再回复变成当初的干细胞的原因。所以没有人做这个实验，但是他就没在怕的，他就把这些所有的基因移植进这个身体细胞，全部塞进去，结果它就变干细胞了。OK， 那因为它是诱导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叫诱导干细胞。那后来它总共有24个干细胞相关的基因，它后来就慢慢的挑出来，就说有哪一些东西就是只要这几个就可以，我们或许不需要这么多个。最后他发现说，这4个基因就可以，只要送这4个，其他都没有那么重要，它就可以变成诱导干细胞。后来就直接用它的名字叫山中因子。OK， 它在2006年，你们出生了没？哦 ，OK，2006年你们出生前的事情，他发现这件事情，过了6年他就拿到诺贝尔奖。一般来说，诺贝尔奖你要等个20年、30年，你要活得够久，你才会拿到诺贝尔奖。OK， 那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它可以干嘛？它就可以发育成你取你的皮肤细胞哦，然后丢这4个基因进去，它就可以回传变成干细胞。然后你再给它适当的生长环境，它就可以变成你的器官、你的细胞，那可以去修补你今天什么？什么？你不需要，我只要取你的皮肤一小点就可以了，我不需要把你整个人变成干细胞，好吗 ？OK， 好，所以呢，这个放入，你们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把这个基因移植进去，其实那是我们实验室里面在做的事情，有一点困难，对不对？那如果今天吃药就可以让它回春呢？吃药只要我买得到药，我吞下去就可以了 ，right？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徐福，你们刚才不认识那个怕被秦始皇砍头，他要去找那个长生不老药的。OK， 其实有类似的概念，什么？现在有很多科学家，他就发现说，我加了不一样的药，因为那几个基因，他去让细胞变成干细胞，它是有前后顺序的。他就想办法，有一些药物已经大家在使用，它可以活化这个基因，用药物去活化那个基因，你就不需要用移植的方式了。OK， 平常它在我们身体细胞里面是关闭起来的，你只要用药物去把它活化起来，那一步一步活化起来，它就可以直接变成干细胞。你只要泡在这个药里面，再泡在第2种药、第3种药、第4种药，它就变成干细胞了。OK， 技术上面是不是简单很多？还有人在卖，这一家公司就有在卖，多少？这个是蛮多麦当劳套餐的钱。我们现在的单位都用麦当劳套餐。美金吗？对，这美金。真的假的？美金太贵了吧？1万台币。如果这个技术可以，你是需要一个，大家的汇率都懂很多都知道现在。你们是一群，现在是多少？你们是有在做美金交易，是不是还是怎么样？没有。之前有30。那我到时候会把这个遮住，让大家不用再讨论现在汇率是多少。OK， 好，那回到刚才那个地方，所以理论上，如果取得你的皮肤细胞，然后用这一些药物去泡，就可以变成干细胞。然后我只要让它加入不一样的刺激生长的因子，就可以长成你专属的那一个要修补你的细胞。OK，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比如说，
知道角膜在哪里？知道，在哪里？就那个眼睛的那种。你眼睛黑色的外面有一群透明的东西 ，OK， 那个是角膜。可是有的时候会受伤呢，你不小心被什么油啊泼到，或者跟人家在下课的时候跑出去要撞到人家，或者被撞到，你的这个就受损。可是呢，其实你身体里面有一群干细胞去修补它，是在黑色的边缘这一圈有一个角膜缘边缘的干细胞，它就一直生成新的角膜，让你再修补回来。OK， 那有些人就是这个干细胞死光了，没了，所以他的角膜一旦受损了，修补不回来，他就视力就没了。OK， 所以呢，他可以用刚才提到的皮肤还在，所以它变成对丢了3中因子，或是它就然后养在一个圆圈上面。然后呢，为什么这边会有这个圆圈，还会有这个东西？是因为它拿起来，好吗？它方便它拿起来，有个把手，3个把手拿起来，然后贴在眼皮上面，他们的视力就恢复了。OK， 像贴个绷带一样在上面，他的视力就恢复了。当然不这么简单，但是理论上是这个样子。还有什么？糖尿病10个人就有1个有糖尿病在台湾。OK， 对，非常非常多。那他们呢？很多时候是什么？他们胰岛素，他们身体里面有一个会分泌胰岛素的一个结构叫做胰脏，胰脏里面有一个贝塔细胞，它会分泌胰岛素，会去调控你的血糖。可是呢，它的胰岛素就不会分泌，或是它就对它很多时候它的病因是因为它不会分泌，或者它贝塔细胞坏掉，所以它血糖是控制是坏掉。OK， 那传统说做法是什么？你糖尿病患者就要一直打长效型的胰岛素，就是这样注射进去。可最近呢，他们也可以用他的皮肤细胞去变成贝塔细胞，然后放在你的腹部，你就可以疗效非常好，你不用再每天一直在那边打针了。OK， 它自己就会产生出胰岛素。好，接下来这个地方，我刚才是不是提到，我们其中一个是要再生医学什么？我们希望可以生成你的器官，对不对？而不是只是一个细胞。那实际上要怎么做？这个叫刚才是不是要把所有的生物混在一起了？我们科学家的确有干这个事情。OK， 但是不是为了要服侍谁？而是要为了要制造出利用那些生物制造出我们要的器官。OK， 好，怎么做呢？小鼠的囊胚就刚才那一颗球，它怀孕，然后发育，最后它可以变成小鼠，对不对？这一坨细胞是小鼠的内细胞团，它就可以变成小鼠，对不对？大鼠的内细胞团就可以变成大鼠，对不对？可是呢，你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动一些小手术，你今天把大鼠的诱导干细胞跟这些人塞在一起，你就是塞在那个区域，然后受孕了以后，它会变成混合的，它身上会带有很多老鼠的细胞。小鼠跟大鼠是不一样的哦。我们在实验室常常，它都是实验鼠，但是小鼠呢就只有这么小，大鼠这么大，它的尾巴这么粗。小鼠是小，但它们都是小，都是老鼠哦。我平常吃中鼠 ，OK， 对。讲的我现在都很想去吃了，快下课了 ，OK， 好。好，我们再回来这个地方，它们都是鼠，但是它们其实是不一样的物种，但是其实是很相近的 ，OK。如果它今天把它细胞塞过来，它就会变成这样子。然后如果你今天是把小鼠的诱导干细胞塞在大鼠的囊胚，它也会混在一起。先有这个概念哦 ，OK。因为这一坨细胞最后就是它发育成不一样的器官，最后它们就混在一起了。这叫做嵌合体，英文叫 chimera， 就奇美拉。如果你没有听到奇美拉，照相机，那是 camera，OK， 不是 chimera，OK，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事情。好，那现在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做出来我们要的那个器官呢？这个是刚才一模一样的事情，什么？我们把小鼠的囊胚，大鼠的诱导干细胞塞在小鼠囊胚，最后它就会生成带有大鼠的这个小鼠，对不对？可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想要做出来我们自己的脾脏的话，怎么做？胰脏的话怎么做 ？OK， 胰脏啊，不是你那个阿姨的先生，胰脏啊 ，OK。
你要先取，我就知道你们一定要讲这个梗。我们的小鼠的囊胚这边有点难，来听一下。小鼠的囊胚是经过我们基因改造的，它缺少了某一个基因，所以这个小鼠是不会长出，没有办法长出来胰脏的。OK， 这个时候呢，你又混进来大鼠的细胞，在这个里面，一定有很多小鼠会死掉，但是最后存活下来的小鼠，它是有带有胰脏的，它的胰脏全部都是来自大鼠的，因为它没有大鼠的细胞去把它生成胰脏，它就会死掉。这样懂我？来，请说。能不能把小鼠的诱导干细胞放到小鼠里面？可以，但是你一样的事情也可以这样做，都可以。对，但是它今天就是要显示说，我们今天可以不同物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它才用大鼠、小鼠。然后所以是没有胰脏囊胚的小鼠，装入有胰脏的，装入正常的大鼠的诱导干细胞。对，所以其他地方都会混着大鼠的，但是那个胰脏一定是纯的，它所有都是来自大鼠的。这样懂了吗？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可以怎么样让生物来生出人类的胰脏了。你今天就找一个动物，它的基因是坏掉，它没有办法长出胰脏，然后我们再混入我们的诱导干细胞到它的囊胚里面，它长得出来，我最后取它胰脏就是可以给我用。你们知道会选什么样的动物去做这件事吗？猴子，猴子太贵了。小白鼠、麦当劳不是生物，麦当劳叔叔啊，老鼠啊，太贵了，太贵了，不对，不对，蟑螂要怎么样塞进你的器官？好，停止了，好，停止了。我告诉大家，猪啊，你觉得吃猪肉很贵吗？猪肠，为什么猪？因为猪很便宜，然后猪的器官跟排列跟人类很像，然后我们很容易取得猪。然后所以我想要有一个猪的肚子里面的肠子，你只需要把你的干细胞这个猪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需要一个新的人，那会有伦理的议题。但是猪肉，如果你没吃素，你应该都会吃猪肉，就比较少伦理的议题。OK， 它就可以变成是我们的器官库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听得懂吗 ？OK， 好。那其实呢，不是只有器官，如果今天是类似的技术，不是完全一样，但是类似的技术还可以用来复制。其实你要复制出另外一个生物，或者复制出你自己，完全是可以的，只是有伦理议题的问题。OK， 所以这个就是宠物，在美国就有一个公司叫 Biogen，OK， 它就是可以直接商业化，它就是可以复制出你的宠物。每一只狗跟猫$5万，又是几个麦当劳，等于几个麦当劳套餐。每匹马$85,000就可以复制出。不行，嘿，对，不够。OK， 是做得到的。OK， 好，那接下来又是小组讨论时间，1、2、3，自己选一个题目，只能写5个字以内。那如果这样子，在猪的身体上，从我们基因的那个，不管是什么器官，那它的大小会跟我们的大小一样。会。因为猪就会生成跟我们器官差不多大小，这是为什么选猪。你如果选蟑螂，它不可能长出来。它这么小一个。这是为什么我们选猪的原因。好，1分钟。对啊。简单。 OK。你
可以写有意义一点的2个字吗？好，谁要先讲？好，来，请说。大家听这边，第2题，嘿，第二题我不会，因为太贵了。没钱，我那250万美元语音嘛。假设现在是免费，你要不要？不要的原，来听这边，来听这边，他们选择不要复制自己的宠物，为什么？除了钱的问题，假设一只就是一个麦当劳套餐的钱，那我们去吃麦当劳。要还是不要？不要的原因是什么？话饲料费还要增加。好，都是钱。好，他们主要是 care 钱的问题哈。好，来，第一个，你想要做什么？啊？复制自己？那你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你要复制出一个新的自己，当成你的奴婢服侍你。你们知道奴婢死掉会变什么？会变史努比。很无聊。好，来。第二题，好，来听这边。你们选择要复制还是不要复制？要复制哈，因为你们比较有钱。这是穷组，原因是什么？免得宠物死掉。免得宠物死掉。宠物还是会死掉。你的原本那一只还是会死对，但是可以把它面貌原本宠物的面貌留下来。OK， 好，可以把灯打了解。好，来，第二题，会还是不会？会，可以。谁吃自己宠物啊？你们是不是有毛病？例如说吃马，吃牛啊，吃牛。好，来你们老师回160万台币的套会收。好，来第3题，不会，不会害怕，为什么？因为就是如果我能复制出跟我一样的想法的自己的话，我其实觉得还好，就可以慢慢帮我。你很满意现在的自己？并没有。那复制出自己还不错。OK， 好，那大家都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我们最后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下，你们真的不害怕这些技术吗？还是会吧，还是会啊。来，我们听这边哦，来，听这边，听这边，你们真的不害怕这些技术吗？这样子就会有伪嗯，伟人是伟大的人还是伪装的伟人 ？OK。对，有没有可能？因为你们今天要做基改，各位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针对你每一颗细胞都要塞进 Cas9 的基因才可以做得到。你要整个人泡在那个 Cas9 的水池里面吗？做不到。你们要基改，只能够当初你还在受精卵的时候去做基改，所以没有办法针对全身。可是你们现在一定觉得，如果你们觉得这些基改都是可以做的话，那未来就会有新人类，那我们全部人都是旧人类，因为他可以更高、更壮、更帅、更美、更聪明，他可以长不一样啊，永远有2代、3代越来越帅，每个时期流行的长相不一样，那我们怎么办？对不对？然后你今天复制出宠物，有很多的问题。那问大家好了，你支不支持？你敢不敢吃基改食物？不敢。你可以支持基改自己，不支持吃基改食物。我可以吃基改，可是我啊？不敢吃。为什么不敢吃基改食物？因为妈妈说因为妈妈说不行。因为现在食物如果没有食品安全问题，你没法确定说基改后的状况。感觉基改食物就一过。基改食物不见得很贵 ，OK？ 我这边，你们不支持基改食物，我没有告诉你们一定要支持基改食物，这个是我今天上课的目的。我希望你们可以学会这些东西，你自己去判断你应该支持还是不应该支持 ，OK？
第一个不支持基改食物的人会觉得这个不自然，对不对？但现在已经没有自然的东西了。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你们大家猜一下，这个是最后的一个环节，好吗？来，你们猜这个是什么水果？西瓜，啊，你们是一直在破啊？这个是什么水果？香蕉啊，这个是什么东西？稻米，是玉米。你说啊OK， 这些都是人类长期干扰做很多这些移植，最后产生出来。所以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天然的。但是基改这件事情，技术是好的，我们是为了让人类变得更好。但是，一旦有商业化的因素在这里面，它可能就会做很多为了要赚钱，或者做很多不一样的应用，那个时候就不好了。OK，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虽然大家还是小学生，但是没有关系，你们应该更知道那些什么东西是唬人的，什么东西是真实的。这些你可以去慢慢的开始去培养，你应该要支持这件事情，还是不应该支持这件事情。如果未来假设你今天要接受这个治疗，你究竟是要接受还是不要接受，好吗？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边。那我刚才真的很难去分辨出来哪一组表现的最好。那我今天还是要颁给一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他比较积极参与上课的一个学生，所以我觉得表现最好的还是助教组，好吗？来，所以这边哦，这个，就这个。哇，积木，哦，积木，啊，每个人都有一个。好，还有我觉得这位学生呢，少一个吗？好吗？好，那如果还有问题，那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是没有上完的啊。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或是想要下载我的投影片的话，可以来这边跟我要这一个，好吗？我有 LINE 吗？你可以用 email 跟我回复，不然我被赖爆，嘿，好吗？谢谢大家，这边拿。